12年莫比乌斯环，在周深身上看见网络时代的认知结界。2026年7月的风，吹过武汉演唱会喧嚣的场馆，也吹过一纸冰冷的法律判决书。在这个看似平常的盛夏，周深的名字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。但如果你仔细聆听那些沸腾的声浪，会发现风中传来的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故事，而是12年前旧调的重弹。我们总以为时间会冲刷掉一切偏见，以为足够多的事实能填平认知的鸿沟。但在周深身上，时间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环。当新的信息不断涌入，旧的讨论框架却稳如泰山。这或许才是周深现象在娱乐新闻之外，最值得被解剖的社会学样本，被折叠的法锤与被消费的爽文。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7月8日的那份胜诉声明。周深工作室转发了律所的公告，4起名誉权诉讼尘埃落定，被告被判侵权，需置顶道歉10天并支付赔偿金，其中3个判决已生效。更关键的是，工作室宣布将赔偿款全部捐给公益组织。从法律维权的闭环来看，这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结局。但有趣的是，当这则公告投入网络的汪洋大海后，激起的浪花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折叠状态。大众狂欢于胜诉和全捐这2个极具爽文色彩的关键词，却对法律事实的机理视而不见。公告里明确写着的被告数量、具体的法律责任、判决的生效情况，这些构成法律严谨性的核心要素，在传播中被迅速边缘化。更有意思的是，1个星期后，被告按要求发布了手写道歉信，但这则本该是维权闭环最后一块拼图的信息，却几乎无人问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在这个后真相时代，公众消费的往往不是事实本身，而是情绪价值。胜诉家全捐完美契合了大众对于恶有恶报、善有善报的朴素期待，它提供了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。而法律程序的严谨，被告后续的具体整改，因为缺乏情绪爆点，被无情的折叠了。周深的维权最终在传播中变成了一场网络情绪的狂欢，而法律事实的严肃性被悄然消解。人们买到的并不是关于造谣成本的新鲜认知，而是一个已经被固化了无数次的好人战胜坏人的旧故事。一条纱裙的薛定谔状态与隐秘的身体凝视。如果说法庭上的事实被情绪折叠，那么舞台上的事实则被另一种力量扭曲。同一个月，周深在武汉演唱会上身穿一袭浅粉纱裙演唱大鱼。事实上，团队为这场演唱会准备了10几种造型，从铆钉骑士装到黑色西装配国风侠客装，纱裙仅仅是其中之一。但在网络的放大镜下，其他10几种造型仿佛隐形了，唯独这条纱裙被无限截取、传播，并迅速被拔高到不男不女的道德审判高度。没有人在意这首歌的视觉设计初衷，也没有人去评价它全场3个小时全开麦的演唱实力。一条脱离了3小时完整语境、脱离了舞台灯光配合的纱裙被单独拎出来，成为了一场性别审美的批斗会。然而，极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发生在郑州站。在36摄氏度的高温下，周深的双眼皮贴因出汗脱落。他当众撕掉，笑着调侃这是限量版的单眼皮。同样是舞台上的身体呈现，同样是意外状况，这件事在24小时内斩获了超20亿的阅读量，换来的却是满屏善意的调侃与心疼。一个是被严厉审判，一个是被温柔玩笑。事实有区别吗？并没有。区别在于传播者选择了怎样的滤镜来呈现事实，更在于大众在面对他的身体时启动了怎样的一套防御机制。这其实是一场隐秘的身体凝视与审美霸权。当他的表现符合某种刻板印象的安全区，或者展现出一种无伤大雅的自嘲时，大众是宽容的。但当他试图打破边界，在舞台上展现出超越传统性别框架的柔美时，部分看客的刻板神经就被触发了。那条被群嘲的纱裙其实是一面镜子，它照出的根本不是周深的性别，而是看客们内心深处对多元审美的狭隘与恐惧，作为盾牌的硬核数据与无法打破的自证陷阱。为了打破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，周深和他的团队其实一直在做一道艰难的证明题。我们不妨盘点一下那些被反复提及的硬通货。2024年，他受官方邀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演唱和平颂。2025年，再次受邀前往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参加活动。2025年底，他在香港启德体育园举办跨年演唱会，近4万个座位售罄，超过500万人参与抢票。这些是实打实的行业认可与国际影响力。但是，每当周深卷入外貌或性别的争议时，这些数据就会被粉丝和路人当作盾牌临时掏出来，用作反驳谣言的弹药。票务数据用来否定没有商业价值，联合国演出用来否定没有主流认可。
但问题在于，这种反驳往往是徒劳的。当这些硬核成绩被用作盾牌时，他们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自证陷阱。当你需要不断拿出联合国，拿出4万座去证明自己没问题、很优秀时，其实已经在潜意识里默认了对方质疑的合法性。事实并没有被忘记，但也从来没有被真正接纳。他们被当作工具，在下一次争吵时再次被消耗，却从未真正进入大众对周深认知的底层逻辑中。偏见一旦形成，事实就只能被当作防御的武器，而无法成为建构新认知的基石。这是周深现象中最令人感到无力的一环，你越是努力证明，越显得对方的偏见坚不可摧。12年的时间刻度与停滞的讨论框架。2014年7月25日，周深正式出道。到2026年7月25日，整整12年7月26日凌晨，纪念单曲如约发布。歌词里唱，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完美，所以才需要你的陪伴。12年，数十场巡演，春晚登台，联合国献唱。他的声音早已成为华语乐坛不可替代的存在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把这12年拉长来看，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变化的只是传播的媒介，不变的却是讨论的内核。10年前，在电视节目的荧幕前，人们问他你是男是女；10年后，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里，人们对着一条纱裙指指点点。从电视时代到短视频时代，从长图文到热搜截图，传播的速度呈指数级增长，信息的颗粒度变得极细，但讨论的逻辑却停滞不前。如约作为一首纪念单曲，很少有人将其与这12年间变与不变的宏大命题联系起来。名誉权官司、造型争议、出道纪念，这3件事在法律、审美、时间维度上截然不同，但最终在舆论场中都被粗暴地归结为同一个标签，他的性别与外貌一个标签，吞噬了3个维度的意义。人们不再关心官司背后的法律常识，不再探讨造型背后的艺术表达，也不再体会12年沉淀的音乐厚度。大家只关心这个标签是否还能继续贴下去，是否还能继续提供话题的养料。7月8日的公告带来了新的法律事实，武汉的纱裙带来了新的视觉元素，12周年带来了新的时间节点。但新的事实越来越多，旧的讨论模式却像一块顽固的礁石，任凭浪潮拍打，岿然不动。跳出标签，看见真实的人。周深最近的信息包其实并没有提供什么颠覆性的新内容，他只是再次确认了一个网络时代的生存法则，在标签化的认知结界里，事实是廉价的，情绪才是硬通货。我们讨论周深，其实也是在讨论我们自己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是否也习惯了用几个简单的标签去定义一个复杂的人？我们是否也愿意为了情绪的爽感而放弃对事实机理的探究？12年，周深用他的声音证明了音乐的无限可能，但他似乎依然无法用事实去打破大众认知的结界。这不仅是周深的困境，也是这个被算法和情绪裹挟的时代最真实的写照。或许真正需要被治愈的，不是那个在舞台上穿着纱裙或撕掉双眼皮贴的歌手，而是屏幕前那些急于贴标签、急于站队、急于消费的我们。毕竟，世界确实不完美，但如果我们连更新认知框架的勇气都没有，又拿什么去陪伴它走向完美呢？